石师弟，霜将已将你在玄剑司的见闻尽数告知于我们。此去长安，你不仅帮玄剑司破了谜案，捉了妖怪，更找到了妖氏所在，不负师门厚望，辛苦了。所以这长安之中还真有妖氏啊？确实如此，不过我也只是短暂进入，事后还未寻到进入妖氏的法子。唉，依你一人之力，已是不容易了。至少我们可以证明，曾经得到的消息都是真的。不过听闻如今长安议论纷纷，什么伏妖莫虎的，这妖氏真是作恶多端。看来我等下山之行，只怕是迫在眉睫了。掌门所言甚是，我们需尽快下山除恶。我正好准备了不少除妖阵。就是，绝不能让妖氏再作孽下去。那我们即刻下山除妖。对，各位，莫虎一事与妖氏无关，而是人祸。人祸？石师弟，这是什么话？人祸怎能引来妖啊？确实是人祸。石师弟此话何意啊？有人修了邪术，以墨妖化出众多小妖，以求私利。此事正好被我撞见。各位师兄下山与否，乃长西宫大事，我不便干涉。但莫虎一事，的确不是妖氏所为。邪术？长安既无妖乱，那还下山吗？那看来不急于一时，我正好再多准备一些阵法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掌门觉得呢？是啊，铲除妖氏非一日之功，自然要慢慢筹谋嘛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先放一放。石师弟回宫，我另有一事，想要与大家商议。楚羽是师父最喜欢的弟子，天资聪慧，术法精深，如今更比我等了解妖氏。我想升任石师弟为首领总管，携我掌管长西宫。他也配？莫要胡言。掌门，我资历尚浅，还请掌门收回成命，另选他人。师弟，你心里有顾虑，我能理解。师兄，我已经……掌门，其实我此次回来，一是为了说明莫虎一事，二是自行领罚。领罚？领什么罚？我受师父多年教养之恩，日后长西宫若有任何需要，我定义不容辞。我也不会忘记自己多年来的使命，只是我于长安这些时日，倾心一人，动了情念，还请各位师兄成全，允我自逐出山，娶她为妻，相守百年。师父，您若还在，知道了弟子今日所为，可会失望？小郎君，这是你想要的吗？嗯。你要它做什么？吃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吃它呀？我许久没吃肉了，不过是你先抓到的，就是你的了。小郎君，你年纪不大，倒颇有君子之风。你既然遇到了我，也遇到了他，你我他也算是有缘呀。我今天就点拨你一下。定几张，诛我当下。
嘿，瞧，这可不是野鸡啊，这是一只作恶多端的雉鸡精。胆子挺大的。看起来像个好苗子。哟，饿啦？为啥没吃饱？我爹娘死了，我一人住在庄子上。要是个没爹娘的孩子，那庄子上没其他人了吗？有，可是没人把你当回事儿。既然如此，你不是要跟着我呢？嘿，哈哈哈！你考虑考虑，你做我徒弟，我给你烧鸡。当你的徒弟，你是做什么的？哟，你这小子挺警惕的啊！我乃长西宫天师四卿。那长西宫又是做什么的？长西宫可是个好地方呢，驱邪捉妖，攘灾驱魅，还是个做好事的地方。师傅。弟子不才，虽有驱邪捉妖、攘灾驱魅之心，却终归违背宫规，难惹红尘。师傅，你偷吃什么呢？小石啊，我盘算着你去水沁练剑，刚好这个时候回来。哎，刚出土的叫花鸡呀，火候正好呢。啊，来，哎呀，哎呦，哎，来，小石啊，来吃吧。怎么了？今日读书，书中有写，修道者须戒口腹之欲。哎呀，奇怪了，你明明是很可爱的，怎么现在越发无趣了？我知道你是个清心寡欲之人，拥有修行的天赋，可是你呀，太执着于书本了。这样吧，师傅呢，来给你上个小课。我问你，何为道？书上有言，天道、地道、人道，可谓自然之道。不争不抢，静定，心无挂碍，才可得道。那你又为何修道？你连为何修道都不清楚啊？那么你所谓的修道之法，说来也都是无稽之谈了。人呐，各有其道，就像师傅我，嘿嘿，我天天都好这口烤鸡，可是这会妨碍我掌管长西宫吗？也不会耽误我斩妖除魔，不是吗？嘿嘿嘿。那师傅觉得我今后该如何修道？这得靠你自己去想，不用着急。修道要先修心，道法自然乃顺心而为。你的道啊，就等吃完这只鸡啊，用你这一生慢慢去寻，啊，吃吧。嘿，香吧？谢谢师傅。哎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啊，我这还有呢。朱玉，你自小上山，便从未离开过长西宫。被长安繁华一时迷了眼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只要你肯改过，就此收心，我就当什么都没有听到过。情之一念，发乎于心，如何改之？我既已钟情于人，今日
若还违心认错，他日面临生死抉择，大师兄又如何相信我不会趋利避害，不会为求生而弃大义于不顾？你在此跪了多日，竟然仍不悔改。既如此，我即便是身为掌门，也没办法再徇私护着你了。长息宫规，若弟子想脱离长息宫，皆须进入白夜阵，受白夜神鸟穿体之刑，此后便与长息宫再无瓜葛。多谢掌门。小师兄，小师兄，小师兄，都怪我，一直被关禁闭，这才被放出来。结果，一放出来便听到你的消息，我都快着急死了。听说你这几日光跪着都没吃东西，所以我偷了几个馒头，你快吃一点。不必。小师兄，你当真要离宫吗？我既破了戒，便必须要做出选择。况且，他还在等着我。那时狐狸精有什么好的？他真的值得你牺牲这么多吗？他值得，他值得。我不明白。我曾经也不明白。我曾以为，此生之念不过是为了查清旧事，斩妖除魔。18年来，这个念想无时无刻不压在我的心头。除了这份执念，我见着世间，别无欢喜，也无期待。我曾以为我这一生都会如此度过，直到我遇见了他。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他时的场景吗？那日我重返长安，他策马奔腾的模样，却让我如何都忘不了。独自一人时，我曾想过，这大抵便是命中注定吧。小师兄，这些年来，我总觉得我们看似很近，却又不亲；觉得你看似超然，又淡漠。我没想过你竟有这么重的心事。
未见世事，怎敢说超然？我见这人间有他，便觉着这尘世真好。除了惦记过往，我终于对日后有了贪念，有了欲望。所以我想，他值得我这么做。我不能让我所爱之人一个人留在危险重重的长安。我要回去守着他，不能再让18年前的事再次重演。宫规有言，若长息宫弟子想要脱离宫门，须进百叶阵，经群鸟穿体之后，便可自行离开。实是你进这百叶阵，不得带任何武器。这阵法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朱宇，你确定自己吃得消吗？只是皮肉之苦，算不得什么。大师兄，这也太多了！这些鸟，这我穿身而过，怎么可能啊？百叶阵一开，无人能干。可算结束了。
我第2次惩罚，这哪里出了错？慎言，白夜是神鸟，神鸟怎么会出错？如此诡异，定是上苍震怒。小师兄怎么昏过去了？小师兄，你醒醒啊！小师兄！不能再来第3次了，小师兄受不住的。是啊，1次2次便罢，哪有第3次之说？就10天，秉心正念，万法皆佛。长息剑。师哥，醒醒！这也确实太骇人了。从前只是听闻，倒是第1次见这些神鸟。师哥，今天他竟然还活着，这怎么可能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便不再是长息宫的人了。多谢师兄们多年来的照顾，愿各位师兄平安喜乐，百岁无忧。朱允，经此重罚，不如在长息宫休息2日再走吧。不成，他既已不是长息宫之人，便不可留下养伤。不必了，我在长安与人还有约，着急回去，不必养伤了。也罢，不过在走之前还有个为难的事。长息剑得留下。是，这是师父留给你的，但是他老人家留给的是他长息宫的弟子，而不是一个为了世俗而抛弃师门的梅竹玉。是，长息简是长息公主，必得留下。我的鸡烤好了吗？师傅，我今日还有功课没做完呢。哎，师傅能让你白干吗？当然有好处给你啊！烤。什么好处啊？师傅，我用法器换你的鸡。师傅，此剑乃是师傅的随身之物，自该师傅拿着，怎能给我？师傅年纪大了，不得安排后事啊。师傅，哎呀，逗你的。哎呀，自3月前与那妖怪一战，内伤至今尚未痊愈呢。想来也是年纪大了，这柄长息剑送与你，也是交托呀。以后除妖之责就交给你了。师傅，即便是要托付长息剑，也轮不到我。大师兄才是掌门继承人。掌门之位与长息剑无关，只是件法器而已，都是斩妖除魔的。再说了，你那大师兄修行勤勉，为人正直，也不会在意的。天师之责本不应该被一柄剑困住，我更希望你带着他去见天地之大，去经历人间的情谊与世事。哎，拿着它。
去试试。我欲太过多时的救赎，给世俗一个借口，禁锢来了无，到最后他还未认新主呢，你要用心啊，用心与他交流。鸳鸯天台星河，赶赴长安月色，血肉可将魑魅一一斩落。正应当岁月越荒，可算是配得我？云会是清澈还是浊？不错。你我伴着笙歌，死也不归客。一座永生一回去生烟火。他现在真正属于你了。动的此刻，游荡三千灯火，看我迎着风。我知道，长溪简中藏有师父的心念，你舍不得。但这毕竟是长溪宫的东西，你还是要顾全大局啊。大师兄，这不是在小师兄伤口上撒盐吗？我想离宫，自认其法，却不是要抛下长溪宫的使命和天师之责，斩妖除魔，去邪归正，仍是我心中所念。只是我有了在意之人要保护。师，朱宇，你放心吧，师父说过，大师兄修行勤勉，为人正直，想必对于长溪简而言，大师兄也最为合适。那便托付给掌门吧。另外，虽然你已自主出门，但终究还是来自长溪宫。临走之前，须先立誓，出了这扇大门，无论如何，不得提起我长溪宫只言片语。好，我立誓，绝不透露长溪宫之事，否则将永失所爱，不得善果。否则永失所爱，不得善果。恭喜你得偿所愿，事情已结，走吧。我送他吧。不用了，霜降，回去吧。我送。万一他眼下又打不过你，放心，我只是赶他出去，不会要了他的命的。这马便送你了，赶快回你的长安吧。二师兄所好除了练武就是马，如今怎会把心爱之马赠与我？自是希望你走得快一些，再也别回来。你我自小便不熟络，来夜阵时为何出手相助？你为何来长溪宫，我不知道。而我来此，只为修行。修行之地，怎能生出误人性命的污糟之事？多谢。风吹过眼里，透灵犀，风传来梦。小石，怎么在此罚站呢？弟子有事，想请问师父。你说。
师傅给9个师兄都起了道名，唯独我还用着俗名。听5师兄讲，我与他们不同，算不上是师傅的入室弟子，更算不上是真正的长西宫之人。敢问师傅，此话当真？这个嘛，看来是真的。师傅为何不给我名字？小石啊，你别误会啊，不给你起名字，是因为为师掐指一算，为师知道，有朝一日你会离开长西的。师傅不想留我，是长西宫留不住你。你呀，心中有未解的执念，便有未了的缘分。师傅能做的，就是助你一臂，渡你一程。你的劫，终究要回到原处去解的。这世上哪有什么无欲无求之人呢？你的师兄们所求皆在长西，但你不在这里。后来心动，后来破晓，后来的风景，我在似是烟火中寻你。后来风止，后来月落，后来无你，漫漫长夜沦陷在梦里。后来心动，后来破晓，后来的风景，我在似是烟火中寻你。我在似是烟火中寻你。谁啊？放开我！放开！小姑爷，这是梅家郎君，没错，是玄剑寺的梅司使。各位，晚归长安是我的错，各位如何议论我都无妨，但是议论我2娘子不行。你敢得罪我，你就不怕我？不怕。你若是不服，大可去告御状，去让世人分辨。我只知道，这世上断没有郎君护不住自家夫人的道理。自家夫人，嘿，他们果然要成婚了，看来感情很好嘛。五娘子，路上遇到一些事，回来晚了。五娘子，哎，你疯了？我有话跟你说。走。郎君，你回来了。玉。文化，去买些东西。我都买完了，咱家什么都不缺。买，我去买，我多买点，绝不打扰你们。刚才着急，没伤到你吧？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你是不是在衢州有个相好的姑娘？什么？回趟衢州哪需要这么多天？你没准儿啊，在衢州有个相好的女子，需要回去给人家一个交代，可人家不允，便不让你走。你这是在编话本吗？听着很合理啊，都串上了。
我发誓，除你之外，再无其他女子。真的？嗯。那你为何才回来？估摸缩小城，耽搁了几日。对不起。跟我来。这是你爹娘？我娘16岁那年出游落水，幸好被我爹所救。两人相识相爱，却不被家族认同。他们觉得我爹只是一个做小生意的人罢了。这些我听小四多少讲过一些。后来我娘与我爹私奔，于是便有了这儿，又有了我。我们一家3口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，直到18年前，天火之乱，父母离世，梅家把我送到了衢州，却不想夏日食不果腹，冬日薄被寒凉。即便是后来有幸被师父收留，即便是见到了长安繁华，可我依然对于这世间的一切都没有了欲望。梅竹雨，我曾以为自己会永远在红尘之外，直到遇到了你，是你将我拉了进来。你是这般的好。我哪儿好啊？你是我见过最勇敢、最坚强、最与众不同的女子，甚至比我见过的很多郎君都要出众。我想我与你着实不算相配。我性子冷淡，也不招人喜欢。可如今我既有幸与你相识，那就让爹娘为证，我是真心求娶，愿许以终身，白头偕老。无尘，你可愿意？看人间的烟火，花盛开凋落，秋日蓦然星姐姐姐夫不都已经赐婚了吗？怎么还问啊？因为圣旨远没有你的意思重要。你孑然一身，流尽无靠。我呢，纨绔胡闹，胡作非为。你我皆如此出色，岂不是天生一对？从今往后，有我在，你可以继续潇洒恣意，无拘无束，不论常理，随心所欲，依然是自由的。只一点，或许你是想欢喜一日是一日，我不可以。是你先招惹我的，是你让我生了贪念，恋了红尘。即便有朝一日
你失去了兴致，烦了，厌了，无聊了。你都不可以把我抛下。否则如何？人生苦短，我不会放手的。如果情节能重来，忘我更改，用尽一生为你选择等待，看宿命冲破阴霾，爱轮回，怎能忘怀？让时间化作沧海，度过千载，记忆相伴，未曾离开，不退却的执着，淹没岁月尘埃。堂弟与二娘子是越发亲密了。是啊，这么好的郎君，可别把人家给吓跑了。这眼瞧着再往后，姐姐就要当姨母，我要当姑母了。儿女至少得一双起步。要是生男孩呢，就要继承你们家的仙气；要是生个女孩呢，就沾沾我们家的英气。不过都说女孩随父，男孩随母。那要是生了几个真儿一般性子的小郎君，你们叫我俩来，就是说这个的呀？这生儿育女啊，是大事儿。真儿，你快成亲了，可不能这么任性了。我看呐，聊什么孩子呀？倒不如看看，要不要再赐一个大宅子，啊？陛下，陛下行事还是要以大局为重。我们家父亲和妹妹什么都不缺，没有功绩，白赐什么宅子？行行行，现在是越来越难伺候了。不过，这梅郎君的宅子确实是，若是住到国公府，梅郎君，你是否会介意啊？只怕会遭人指点，说是入赘。无妨，只要他喜欢，住哪儿都好。至于别人怎么议论，我不在乎。我在乎。左右不过你我二人，住那么大宅子干嘛呀？还要因此受旁人智慧。我就觉得梅宅很好。他是最难伺候。二娘子万金之躯，自然是有些娇贵的。堂弟，你得多担待些才行。不必担待，他很好。要我看呐，咱们就早早的择一个良辰吉日，把婚事操办了，必不让这二位有情之人久等了。梅郎君，不如陪同本宫赏赏这御苑的景致。去吧，去吧。你不跟着去吗？我就不去了吧，不会出什么大事的。你可知道本宫为何叫你出来？自是因为皇后娘娘担心五娘子。梅小郎君，我们真儿
是实实在在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。娘娘是说，18年前，他大难不死，幸得上天垂怜，身体才得以恢复。他虽身体日渐康健，性格却好似大变。世人道他骄纵刁蛮，在我看来，他总有什么心事掩饰其中，连我和父亲都看不透。您是觉得他有心结未解？我不知道，这些年见他常营业而归，常忧心忡忡，有时甚至带着伤。这一切，他却什么都不曾说过。我知自己对他管教甚严，实则是想用这样的法子，让他过得更好一些。娘娘，我与武真两情相悦，我深信他绝非像外人所说那样纨绔娇惯，他心地善良，聪明果敢，是我所见过的最生动明艳之人。与他相伴，是我之幸。如此甚好，这桩婚事既合了他的心意，我和父亲也就放心了。家中母亲早逝，父亲孩童性子，这宫闱深深，本宫行事也始终不变。梅郎君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，从今往后便要托付给你了。阿姐希望你能解她所诱，此后年月只有安平喜乐。不论生死，绝不敢负。天色渐晚，你去找真儿吧。是。父亲，这下你可安心了吧？什么？吃的？是聘宴。好，好。真是奇了怪了，你们说，最近这些人都中了什么邪啊？这一不留神的，个个都发起癫来。想是啊，这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这人啊，平日里生活不如意，这睡着了就容易做梦释放，结果这一释放，就释放过头了。
哎，都正经点儿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也太过诡异了吧？这做梦就做梦，哪能梦游生事啊？活得像有什么传染病似的。梦游，没私事就别想了，明日大婚才是正事。就是。终于有妖物又出现了。小朱鱼，你为何不躲？四哥，这是何意？这是习俗，你得乖乖挨打才行。给个面子，好歹装一下。原来如此。打！我怎么感觉他在羞辱咱们呀？打！打什么打？情意随寻香满屏，门庭之夜的情意，寄相思云缕。可借这海烟和情，聊表我柔情。而那句心悦君心，却羞于言明。与你的深情，我如有一夕光晕，目光所及都残如洗。此生岁月以你为名，是我的笃定。纵流水无尽，也击碎你真心。山月里，你是我负今生的来意。因我年幼时结怨，如今争斗多年，也算是时过境迁。今日有人敢壮着胆子同你成婚，我自然也要来贺一贺。我说了，得知有喜，我们如意楼当然也要来沾沾武二娘子的喜气。县主，我们继续吧。转席，传席接待，代代相传，缔结永恒，家宅永昌。
宋安平，岁岁年年，吉辰已到，新人入门。结发为夫妇，恩爱两不疑。一拜。再拜。你究竟何时喜欢了他？或许是在他说女子圆满不在姻缘的时候，又或许是我再离经叛道，他都能理解我、包容我、陪我胡闹的时候。你笑什么？无事，只是突然觉得真好。在妖世，我是半妖之身的怪物；在人界，我又是行尸出阁的纨绔。只有在他那儿，我是武真，无需解释，更无需改变。小毛，我只愿你别同我一样，落得一场空欢喜。我眼下喜欢他，就不想总去担心以后的事情。纵使有一日相看两生厌，我也能接受。三拜。如此光风霁月的小郎君，自然讨人喜欢。可他的生活太冷清了，我让你们照顾他，也只是想让他暖一暖。我这次长安相见，我发现小师兄你与过去不同了。或许是因为夜里太冰凉，所以想拥有一道光。还请各位师兄成全，与我娶她为妻，相守百年。长息宫规，若弟子想脱离长息宫，皆须进入白夜阵，受白夜神鸟穿体之刑。那只狐狸精有什么好的？它真的值得你牺牲这么多吗？它值得。我曾以为此生之念不过是为了查清旧事，斩妖除魔。直到我遇见了他，我终于对日后有了贪念，有了欲望。人有欲望，才能过得活色生香。小郎君，想做什么便去做。
所以我想，他值得我这么做。罗锦，山高水阔，这一路溪何处遗憾？迷雾山路，相伴天地唐瑶，情浓处看相思红桃。斩妖除魔，去邪归正，仍是我心中所念。只是我有了在意之人要保护。我的娘子，没死，你给我起来！柳娘子，自少时我就心目于你，到现在已有10余年了。柳娘子定是心知肚明，可为何之前屡屡回避我？不过还好，你我总算修成正果了。梅四郎，你这是喝了几壶啊？醉成这样！娘子，你我历尽艰辛，终于拨云见日。走，办事。梅小四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大家吃好喝好，你们的祝福我夫妇2人都收到了。不对，是妖怪。办大事儿，柳娘子，柳娘子，他已被妖怪附身，必须将妖从他体内驱逐才行。娘子，二娘子，夫人，三娘子怎么站这么高啊？太好了，我白天也有法术了，终于变成全妖了。我儿没事吧？我不会让他有事。哎，醒了醒了，珍姐醒了。哎，来，可有不是？小竹鱼，你真神了！说珍姐半个时辰会醒，就真醒了。你怎么看着这么凶啊？你方才命都快没了，他能不凶吗？他……
你们这一个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伯父，我喝大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便已经在外面了。我就是做了个梦。你先休息一下，方才宾客都有点受惊，我去打理一下。哎呦！本该夜间才悄然出现的梦中妖，竟在白日里面入了梦，还是在人群聚集之处。此事定然不是巧合。你怎么来了？师哥，什么时候到长安的？刚到。掌门让你下山了？那不是，当然是我聪明跑出来的。师哥，你知道的，山里我待不住，没想到一来就撞上师哥你大婚。本来想着买一屉包子给师哥你贺喜，谁知道看到师哥你急匆匆的跑出梅宅。师哥，你逃婚了？今日长安有一小妖，扰乱了婚宴，还差点伤了我夫人。啊？那可有眉目？此妖非常顽劣，缥缈不定，喜欢进入他人梦境，驱使他人化梦成真，完成心中牵挂欲念之事。听着这么棘手啊？也不算棘手。师哥，你要干嘛？去找那妖怪。我同你一起去。那你不得多话。好嘞。不过，我们要找的究竟是个什么妖？这妖怪以梦中精气为食，越长越大。虽然目前没有伤及性命，但这也都是早晚的事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顺藤摸瓜。这妖怪屡屡得手，正是贪得无厌之时。今夜必会现身。这梦中妖既喜欢做梦，咱们就给他造一个。可这梦要在哪里造？所有被入梦者分属长安的7个方位，如今只有东南没有案发。终有一日，我要让这些妖怪在长安永远消失。干什么呀？去哪儿呀？这不得回家了？回家干什么？这是烟花之地。寻欢作乐，欲壑难填，对那梦妖而言，自然更为怨恨。还真是。那不是如意楼？公主娘子会不会有危险？你在外面接应。怎么可能？就他竟然能破我的梦！谋友。怎么回事啊？狐珠娘子呢？干什么呢？这么紧张？没事啊，就等你不来，所以在这儿歇着。小师兄，妖呢？跑了。啊？跑了？不过跑得好。什么意思啊？本就没想捉他，只是顺藤摸瓜。走吧，趁着书记还在。去哪里啊？找妖师。妖师？所以你是故意放走这个什么梦妖的？不过是个小妖，抓了也成不了什么大事，倒不如放长线钓大鱼。那钓到了吗？
树气的确是在这儿。妖石根本就没藏在长安的某一处，而是整个长安都是妖石，妖石便是另一个长安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到底怎么了？师哥，你这样子挺吓人的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虽然知道了妖势所在，却不知如何进入。不过那二妖既然消失在那破庙附近，证明那地方定有乾坤。你的意思是，咱们把那破庙掀了，好好找上一找？妖势中情况不明，你我只有2人，还是要从长计议。是，有道理。终有一日，我要将这混沌之地彻底清除。这长安会是更加清明的长安。今日之事，也定不会再发生到他身上。郎君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怎么了？郎君，你还问？这大婚的日子你跑出去大半天，把我自己留在这水深火热里，我能不被县主那边骂吗？夫人骂你了？那倒不是，是县主身边那位明妆娘子骂的，骂得可狠了。哦，我去看看夫人。郎君，我还没跟你说我受了多大委屈呢。郎君，夫人可是睡了？明妆娘子，梅郎君，这大婚的日子把新娘抛下自己出门，半日未归，是怎么个道理？什么事儿能比大婚重要？此事是我不对，但可否先告知我夫人的去向？娘子不是在房里吗？二娘子说累了想睡一会儿，让我们不必在门口伺候。我想着她应该还未醒，正想着唤她起来梳洗。这臭妖怪，害我头这么疼。糟了！梅郎君，二娘子真的不见了，你说她会去哪儿？明妆娘子，在这等等，我去如意楼看看。郎君，
夫人，你方才一直在这儿啊？一直在啊。抱歉。郎君害羞啊。风吹过眼里，痛灵犀。风传来梦语，仆人听。风景花落深，总无意。风不停，月爬上窗棂，不肯离。月拂过眉心，是回忆。越无情，越多情，越拥着云，月下寻觅。夫人怎么了？你故意的。对，故意的。对不起，大婚之日就差点让你出了事。我自己梦游，怎么能怪你呢？可我不能再失去了。你不会失去我的，我永远都不离开你。真的？嗯。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、任何事再伤了你。后来风止，后来月落，后来无你，漫漫长夜沦陷在梦里。后来心动，后来破晓，后来的风景，我在似是烟火中寻你。后来风止，后来月落，后来无你，漫漫长夜沦陷在梦里。后来心动，后来破晓，后来的风景，我在似是烟火中寻你。我在似是烟火中寻你。这太不像话了！人家都是姑娘回门，我倒好，老丈人上门，让我亲自跑一趟也就罢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都晌午了，怎么还不见两个人的人影啊？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国公爷怕是很快就要抱孙子了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我高兴不起来。你们俩终于出房间了，啊？这虽说是新婚燕尔，又年纪轻轻，得有个节制啊！啊，有些事情得适度。您就甭管我们少年人的事儿了。你爹我不是为了你的身体操心吗？你看看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适度，适度啊！没事吧？我是饿得有点晕了。是。郎君，有你的信。有事儿便去忙。没事，
不是要紧事。未曾想到，再次相见，竟是长安。我们早已听闻梦中妖之事，加之霜降一直与山上通信，得知你找到妖氏所在，掌门便催促我们赶紧下山。这要不是因为着急啊，来的何止我们几个？所以你们此次下山时，掌门的意思是，既然已知妖氏所在，若能寻得打开妖氏的法子，我等便可一举将其攻破，斩妖除魔，行佑民之举。怎么了？你有别的看法？拔除妖氏，还长安太平，自然也是我的愿望，更别提上有父母之仇。可此时，妖室内的妖怪底细未知，我怕贸然出手揭开结界，只会事与愿违。掌门的意思是想速战速决，早日除掉妖氏，恐怕此事无法更改。既然掌门已经决定，还来找我做什么？你虽已不是长息公之人，但我们目的相同。如果我们齐心协力，想必那妖氏定然逃脱不了。原来是要我配合你们。我等对长安毕竟陌生，难免需要你的帮忙。还有那妖怪消失之处，想必你比我们更加了解。我知道，之前你受刑的时候，我们几个确实冷漠了点儿。我没怪你们，我不在乎。此事我可以帮忙，只不过我跟妖氏之仇已过18年，我可以再等，却不能失败。我只愿，但凡出手，必出有事。今日同柳娘子出行，可是买了什么？没买什么，不用为我省银子。我没有省银子。我信我家郎君有挣银子的本事。不应该啊，孙公子，是没私事啊，来射箭啊，给县主迎个绸花回家。是啊，我自己来，好的坏的我都自己挣。县主，3支箭内若都能射中铃铛，便能赢得那朵绸花。你这铃铛挂得也太高了，射中一次都难得很啊！先生，先生是要找我家夫人说话？本来是，但现在不必了。需要我为你转告吗？梅郎君怎知，小珍不会等你熟睡后，半夜里溜出来找我。你我之间，谁与他更为亲近，谁与他同仇敌忾，此事难讲得很。小珍性子硬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尝试一下。看来这南墙还是得他自己撞了才好。原来你，梅郎君出现的晚，不知道我与小珍之间发生的事情，便不必问了。毕竟10几年的事情，也不是萍水相逢之际便能说得清楚的。先生说的这些故事，在下并不感兴趣。更何况，这缘浅缘深，也得我家夫人自己认才行。梅竹雨，我与小珍之间如何，还轮不到你言语。你只记住，你若敢伤害小珍分毫，我定饶不了你。我家夫人我自会保护，倒是先生，若有这份闲心，不如找些该做的事。
最近秋寒，若他半夜里出来找我，记得叮嘱他多穿些衣物。郎君，看什么呢？方才见到你那位叫阿叔的朋友，寒暄了2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去哪儿了？如玉楼。以后不要头发湿着出门。那日我在梦妖身上下了术法，才寻迹到了此处，却没有了妖物的踪影。我虽知道长安妖室所在，但不知该如何进入。连你都未得其法，看来这妖室真的不容小觑啊。妖怪之念，谁又能简单参悟得透呢？玄剑寺卷宗里倒是对此处有些记载，不过只有寥寥几句。哪几句？此庙原本为蛙皇庙。蛙皇，蛙皇，人首蛇身，创3界生灵，被尊为大地之母。而此处破败至此的时间，也恰好在18年前。18年前，长安天火，基本可知是妖室所为。若这蛙皇庙便是2界连接之地，牵连其中，倒也顺理成章。只不过连这蛙皇庙都敢陷，这妖室野心倒是不小。当年动乱至此，妖室也没有弃此处不用。看来他们对自己设下的结界非常自信。师父曾言，但凡结界，必有其打开之法。我记得今日不曾与你有约。此次突兀前来，是想请你帮个忙的。我回去后想了想，这蛙皇庙虽说左右瞧不出个破绽来，可未必不能变通一番。打算结阵？没错，同你讲话就是简单。我和掌门商量过了，想在长安各处设下阵眼，借地势之力撬开那结界。你们已经决定好了？对。掌门已经同意了，你有异议？是，草率了一些。
没有草率，我和掌门商量了一整晚，你相信我，我定能撬开那结界。不然我同你讲讲那阵法。不必了，长西宫之内，阵法你称第二，自是无人敢称第一。那确实。不过将军难打无兵之仗，我此次前来呢，是想寻你借一份长安舆图瞧瞧。好。朱宇，我若没记错，这玄剑司当初是在长西宫助力之下所建，可对？正是。怪不得，这殿前还有应对妖怪的阵法。我说这天井四周的构造，怎么和长西宫旧书上所画的很像？此阵法应是可驱见妖怪人身。唉，只可惜年岁太久，无人修缮，成了无用之功罢了。今夜好好睡觉。三师兄，是有什么发现了吗？没有。不过我已经找到了打开妖室的法子了。什么？这么快就找到办法了？师弟啊，虽说此次投功没你的份儿，但你也不必伤心难过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啊。我再进去看看。那我先回去了。霜降，饿不饿？饿。想不想吃好吃的？好啊。走。麻烦2碗水盆羊肉，2份糊饼。好嘞。二位慢用。汤清如水，但味道浑厚。可还合你心意？甚好。小师兄，论修行问道、读书识字、医术武功，我都不如你。但于美食一道，我绝对是此中行家。就说这水盆羊肉，汤乃是精华，糊饼若是干吃，那岂不是暴殄天物？懂得还不少，还知道些什么？我还知道，光是水盆羊肉一道菜，就能分出不同的谱系。蒲城系重花椒，澄城系重茴香。那你猜一猜这一家偏向什么系啊？必然是蒲城系啊！早些天我便发现，他家剁花椒，光这一碗能放上20颗，这才一直心心念念。你倒是眼尖啊！那是自然，隔那么远都能看得清。只要我想。梦妖那一晚，如意楼后看见了什么？看见糊饼噎着了。师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那日你如此紧张，赤华到来后又如此反常。这些年来，你虽修道不精，可于捉妖一事从未马虎，甚是积极。那晚，你必然是遇到了什么重要的事，才选择隐瞒。我可是要做大英雄呢，我能为谁隐瞒这事儿啊？是啊，谁呢？这长安城中，能让你如此隐瞒此等大事的，又与如意楼有关，无非就是那与你有相助之恩的狐珠娘子。所以那晚，你见到了她。那日，我守在如意楼后院拾东西，看见狐珠娘子抱着一个猫，而后瞬间就消失不见了。我也只是猜想。所以他应该是去接应的猫妖了。你不是想做大英雄吗？怎么会为了一己私心而放任妖物？小师兄，狐珠娘子就算是妖，想来也不是恶妖，否则如意楼每日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早有人丧命了。况且，她每日还和你夫人混在一起。他俩日日在一起。小师兄，不是都说狐妖最会勾引郎君了吗？那个把你迷得团团转的嫂嫂，不会也是个真狐狸吧？你真的要让我修缮好这阵法？都破成这样了。玄剑寺既有这机缘，便不该糟蹋。若能将它修补好，或许能再尽其用。是。好，那我便试试。站在阵法之下，若是凡人，便无异影；若是妖怪，在这天井之中，可见原身。早点睡吧。嗯。
天黑点灯之时，人影匆匆，眼花缭乱，岂不是多了许多妖怪的藏身之处？长安少有邪魅之事，可见五娘子的模样，却对这些淡定得很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本想一大早回玄剑寺复命，但听闻伤者情况不大好。我也是刚刚才得知消息，特奉陛下之命来看看情况。原来如此。那五娘子在这做什么？你没来赴约，我闲得很，过来看看热闹。世人道他骄纵刁蛮，在我看来，他总有什么心事掩饰其中，连我和父亲都看不透。这些年，见他常营业而归，常忧心忡忡，有时甚至带着伤。这一切，他却什么都不曾说过。明日来接我下旨可好？好。梅司使，何事？下旨的时辰到了。你们先回吧，我还有些文书没有批复完。来接你下职了。别过来！怎么了？可让来人站在阵法之下，若是凡人，便无意义；若是妖怪，在这天井之中，可见原身。没事，走，回家。你们这玄剑寺建得太不结实了，改日我再找人翻修一次。回家吧。好。你们在干嘛？回来的正好，快坐。
肉马上就可以吃了。放心，不是原毛的。怎么突然想起来烤肉了？突然想起幼时，每到冬日，我们一家人就会在院中烤肉吃。一家人能烤肉，真好。那以后每年冬日，我们都一起烤肉吃，还可以叫上你爹爹，尝尝我的手艺，怎么样？郎君，怎么了？等会儿很快了。烤的肉真香。那当然了。一家回了长安，今日武国公府要设宴。我知道，不着急。上次这般热闹，还是真儿成亲之时啊！是啊。可惜呀，我前段时间身子不爽利，启程的日子也晚了些，未能赶上真儿的大婚。哎呀，无妨无妨，还是身体重要啊！是。你们回来的日子好啊，正是长安的好时节呀！大家一起共饮一杯。贤婿啊，还不赶快敬你们姑姑一杯？哦。姑，我敬你一杯。
放心，我懂你，都换成国饮了。姑，我敬你一杯。不错，一看这孩子就特别懂事儿。懂事。你大表哥如今是相当出息啊，边关事多，若不是今日，恐怕是3年5载也见不到一回呀。表哥，我敬你一杯。表弟，请。请。来。甄姐，腰疼啊？怎么了？国饮也不成啊？啊，不是甄姐，我就关心一下你，要不找个郎中看一看？孩子们多吃点。你是表兄的儿子？是我儿子，是你儿子，真的啊？这梅郎君竟会教孩子，真少见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不知道，这太神了。就是呀。真是想不到，这么年轻的小郎君如此会教孩子。看来这梅家郎君会是个好父亲呢。看人间的烟火，花盛开凋落，旧日梦染心头，镌刻过往。你怎么了？原以为自己经历过第一遭便就足够，没想到人心太贪了。随繁星远走，一回首，时光斑驳。小舍，你是天荒地老的看破。我后悔了。如果情节能重来，万物更改，记忆相伴，未曾离开，不退却的执着淹没岁。星火既养成，有些事终究会水落石出。
梅兄，你看什么呢？今日天色不好。听闻这几天都会下雨。梅兄不喜欢雷雨天？没什么喜不喜欢的，毕竟这天雷也自有用处。我的意思是，昨夜天象有异，恐是有妖。有妖？两次天雷之日，一次令我误入妖室，一次四哥得见妖邪。这结界和天雷定然相关。用处？只听过赏雨的，没听过赏雷的呀。梅兄这喜好还真是独特。要是公务忙完了，早些回去吧。霜降坠崖了。没错，昨日他放下行李便出去找掌门，应是暴露了行踪，惹来了狐妖。狐妖？据说那狐妖妖法高强，狡猾至极。幸而掌门及时赶到，将其重伤。掌门本想捉住那妖怪，却没想到霜降那个逆徒，竟为了个妖怪向掌门讨饶，说什么那妖怪是他的至交好友。结果那妖怪根本不领情，自知自己逃不过，便拉着霜降一起落了崖。说起来，还是我这个大师兄疏忽了，对师弟们太过骄纵，让你们一个个体验了世俗，经不住诱惑，才误入了这歧途啊！确实是掌门的疏忽，掌门不应该在晦气未消之前，私自走出法阵。你这是怪我暴露了行踪，惹来了妖物。我现在去寻霜降的踪迹，请各位切勿贸然行事。
郎君，国公爷送来的生辰礼，我已先放在书房了。好。梅兄，梅兄，出大事了！啊，这边。什么事？按理说今日不该打扰你的。说吧。城里有只恶狼逃窜，还差点伤了路人，如今不知所踪。衙门怕他再伤人，传话让各司各部门一同去捉狼。狼？对，听闻那狼身材娇小，却凶得很，还生了好大只尾巴。好大的尾巴，那更像狐狸。走，我们去帮忙。好。梅四师也来了，得知全城在搜寻恶狼，前来协助。那太好了，我等已经搜寻了8条街了，都没找着这个恶狼，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。梅司使准备上哪儿找柳巷。走。他怎么了？胡珠应该是查到了天师们的踪迹，被他们伤成这样，来不及带回药室了，只能就地治疗。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办些事情罢了。倒是你们，这成群结队的，要抄了如意楼啊！是公务，城中有恶狼出没，怕他伤人，这不，正带人挨家挨户的搜着。是狐狸。问了目击者，毛发浓密，尾大且长，不似狼，更像狐。我在房里没看见狼，也没看见狐狸。这样啊，你说的我自然都信。要不，我们去别处找找。以防万一，还是查一查的好。郎君不信我？不真。你真的没事吗？不是啊，郎君今日生辰，我在家等你。清河县主在如意楼相约男子。郎君，先去忙吧。
没40。这没40到底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师哥，师哥，双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饿。起来，来，慢点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可是从那狐妖手里逃出来的。不是，其实是他从我手里逃。所以狐珠真的是狐妖。如此狐妖，在长安经商营生，却从未被发现过。看来这妖室里面有不少妖法深厚的妖怪，或许就一直潜藏在我们左右。潜藏于左右？哎，我可不是妖啊。不过师哥你放心，你的左右反正是无碍的。今日我特意问了，狐珠娘子发毒誓说，你家娘子绝对不是狐妖。他知道你出身长息宫，却不曾伤你性命。他怎么会要我性命？倒是掌门下手颇狠。今日我与狐珠娘子分别的时候，我隐约感受到掌门的术气还留在她体内。不知道狐珠娘子伤势怎么样？术气怎么会停留这么久？是追妖符。狐珠娘子，狐珠娘子，都怪我，要是早点收了你，就不至于受这种苦了。这术法，你是觉得哪里不对吗？没有，只是怕他死了。有碍掌门的计划。怎么，还真以为缺了你梅竹雨，我们自己就进不了妖室了？所以他说了吗？没有。不说也无妨。他越是不说，对我们越是有帮助。什么意思啊？口越紧，就越能证明他在妖室的地位很重要。有这么好的诱饵，还怕钓不上来大鱼吗？
才能看清楚人。你们是何人啊？怎么，来了此地，竟还不知我是何人？哟，这如意楼都有小官了，长得不怎么样啊。找死！叫他出来。也有你这态度要人的。我找自家郎君，有什么态度？郎君？我家郎君今日生辰，不回家庆贺，反倒来这如意楼寻欢作乐。我自然是来捉奸的。等等，你家郎君是？梅竹雨。这就是你娶的那位娘子？是。你便是清河县主？是。倒是早有耳闻。郎君，他们是何人啊？我在衢州的几位故友。嗨，咱们兄弟刚来长安，没什么见识，所以盘下如意楼玩上两人。盘下如意楼玩上两人，可里面却黑灯瞎火，你们也不吃不喝，玩的倒是新鲜。若是忙完，我可以领他走了吗？自然。对了，此前是我不知道二位要来，若是知道，今天这般好日子，定然请二位回家坐一坐。弟妹客气了。应当的，二位是贵客，自当道喜而迎，扫榻以待。走吧。没想到你会来。我也没想到你真的在。以你的性子，你不会去如意楼捉奸，更不会相信他们的话。你自然知道，因为你本就不会去如意楼厮混，更不会觉得能骗得了我。吴真，不要助纣为虐。别动，快一点。呸！什么百年一遇的天才，不过是个色欲熏心的俗人罢了。今日本想着送郎君一个惊喜，没想到郎君给我的，更是让人猝不及防。吴真，我们谈一谈。我们晚些再谈。梅竹雨，都
等我回来，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夫人吗？郎君说过，四季变化，花开自有其时。即便是有法术，也不该违背天理。如今为了禁这妖事，竟敢引雷而下。今日这妖事，你是非禁不可。是。那郎君可曾想过？今夜之后，你我该如何？我并非有意要隐瞒你。我给你最后一次选择。若你止步于此，我俩之间还有回转的余地。若你执意要禁这妖事，若我真的禁了妖事，便如何？你我之间到此为止。你选他们，还是选我？
欧公，夫人的朋友真是深藏不露。郎君的亲戚也是不少。蛇哥，你没事吧？梅家郎君，你们如此咄咄逼人，这究竟是要做什么呀？还能做什么？祭修天师之道，斩妖除恶，即是我们的本分。你们这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天师，我见多了，都是说的比做的漂亮。原以为梅家郎君是个聪明人，没想到也同这些被吊起来的蠢货没有区别。哎，你说谁是蠢货呢？你这瓮中的鳖，说你蠢你还不信？此前是我不知道二位要来，若是知道今天这般好日子，定然请二位回家坐一坐。弟妹客气了。应当的，二位是贵客，自当道喜而迎，扫他一待。果然妖孽奸恶，竟如此暗度陈仓。妖便一定是恶的吗？善恶怎么可以只论出身，不论行迹？由此看长明掌门的为人，只怕治下的长息宫也是混乱的很，怪不得销声匿迹。长息宫当年是被妖氏所取，更何况人和妖岂可混为一谈？人如何，妖又如何？妖之于妖氏，一样安居乐业，一样吃饭睡觉做生意。你生而为人，凭什么觉得自己便高过一等？哼，书中有言，妖物皆恶。书中有言，书里若写的都是对的，霜降这个大傻子早就被狐珠扒皮抽筋了。你们这帮蠢货也不应该活着在这儿。对面便是妖氏，你们睁着自己的狗眼亲眼看看，那里是否就是你们心中蝇营狗苟、藏污纳垢之地？那家糖铺看着味道还挺好的。这些小东西几百年来从未离开过妖氏，他们何错之有？而你们冠冕堂皇地攻入此地，又想对他们做什么？妖就是妖，若不铲除，必有大患。梅竹雨，你即使忘了长息宫的责任，难道连你爹娘的死都忘了吗？你来到长安，找到妖氏，不就是为了替他们报仇吗？18年前的天火，妖氏祸害人间，死伤无数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诸位若是为了18年前的事，只怕是找错了地方。你们说与妖氏无关，也只是口说无凭吧？有凭证，我带你去。
地方？妖域跟人界一样，妖氏也有律法。证据就在这里了。什么狗屁证据？怕不是一早就算计好了，把我们骗来此地，好赶尽杀绝？别痴心妄想，让你们进妖域，我都嫌脏。到了，他的牢房。谁？18年前，宗天火的邪煞。天地创三界，受人供奉。如今，这天下之主也该换一换了。魏婴，收手吧。居然妄想让妖氏与人间保持平衡，愚蠢至极。凭什么这些懦弱无能的凡人可以踩在妖的头上，何其不公！他们平日看不起妖，喊打喊杀，可现在只能苦苦哀求。不公，这才是长安该有的样子，该是我们主宰着世间的一切。可救妖，今日定要让你灰飞烟灭！就凭你还想杀我？当年邪煞突然来到长安，四处屠杀作乱。妖师为了除掉他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前任猫公更是因此身亡。可你们这些凡人，总是被执念所惑，认为妖物皆恶，不相信自己会被妖氏救罢了。这也只不过是你们妖氏的一面说辞而已。谁知道你们这些妖孽又用了什么妖术，制造假象，欺瞒世人？那是猫公拼死带回来的昭明镜，如何能作假？掌门，这镜子却是荣山特有玉石所制，可观心明性，其上还有重重镜纸，镜中景象不容篡改，确是昭明镜无疑。这么说来，镜中景象都是真的。对，昭明镜既有记录，便错不了。梅竹雨，你怎么看？就这么信了他们？我相信昭明镜。所以我们费这么大劲，可罪魁祸首已经死了。不，虽然天火之乱与妖氏无关，但罪魁祸首仍在世间。这不可能。既然残魂还在，就证明邪煞元丹还未被毁。元丹在，魂才生。前任猫公拼死将这只言片语的昭明镜带来，向妖氏力证，鬼婴已亡，恐怕也只是掩人耳目吧。无论如何，这邪煞还留存于世，我们妖氏就一定会追查到底。要我说啊，反正都已经下山了，不如一道查查。
掌门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来妖时，自然是来捉妖的。怎么会？掌门到底做了什么？他用以困住狐珠娘子的术法，也带有同样的邪气。妖力供我所用，我岂能轻易放过？这招式是他。原来又有猎物送上门了。明日鹿尾山，吸收妖力的邪修。化生术。怎么敢！掌门，练的是邪术。掌门师兄，快收手，不要一错再错了。错？我何错之有？我练习这化生术，也是可以对抗妖怪的。是为苍生除害了。邪者同气连根，化生术记住，必以元旦。看来猫公当初确实掩人耳目。把鬼影大人给藏了起来。行善有难，怪不得他会把全部的猫宫之力都给我镇。怎么会？师弟，你看反了，但我吸食了这鬼婴元丹。就当是为你父母报仇了，我这可是在帮你。没想到鬼婴大人真的藏在这个小杂种体内，这个变故不知道是好是坏。他是好是坏呢？要怎么会在他的体内？混兽之斗，长溪锏早就是我的了。长溪锏。长溪锏杀我！大师兄，你修行邪术，有一心攻打妖师，根本就不是为了斩妖除魔，而是为了为自己所用。像你这种天资聪慧、修行无忧之人，又怎能理解我的痛苦？
我只是选择我想要的，我何错之有？怎么会？难道是师父？莲子乃是天生我不属于，我没得选。在死时烟火中寻你。朱茵还在结界入口守着，凌霄，你去帮一帮他，看能否将其修复。是。此事是我们的错，即便有掌门蛊惑，可我们轻易相信，亦是因为过往的成见，认为妖者皆恶。而我更有错，我先于众师兄们下山，一到长安，便与狐珠娘子、五娘子相识。他们从未害过我，甚至时常照拂。可即便如此，我竟没有相信自己的所见所感，还是听从掌门之命，对他们刀剑相向。实在抱歉，过往我们只听闻妖师诡谲，可刚才我们却看到，街市上面有吃食的小摊，穿扮的铺面。如若不是我们自作聪明的闯进来，眼下他们应该还过着如常的生活吧。若诸位认为长明的死不足以弥补长息宫之前的所为，我愿意留下来，任凭诸位处置。只是其他人能否让他们先行离去？既然都这么说了，我们妖氏也不是不讲道理，免得传出去，好像我们欺负你们这些凡人似的。走可以，诸位从此以后不得再无故针对妖氏。义妻两兄誓不并存。从此，长息宫不得回长安。胡珠、宋柯，诸位，请随我离开。你身体如何了？你也走吧。梅竹雨，离小镇远一点。梅竹雨，方才你亲眼所见，你的杀父仇人就活在我的身体里。小猫，想来是花生树影响。魏郎君，你放心，我定照顾好他。
终于出来了。是啊，感觉这一夜都跟做梦一样。还好梦醒了，长安还是那个长安。走吧。既打算外出过生辰，二娘子又何必在家中费心准备这些？她准备了什么？梅郎君，梅郎君，我家二娘子没有同你一起回来吗？郎君，擦都凉了。电视县主回来了。小竹雨。小竹雨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能瞒着四哥呢？哦，搞了半天你们都有秘密，就我没有。四哥不是早知道妖氏之事，也没告诉我吗？我毕竟是你四哥，比你快一步也很正常。而且这是你跟甄姐之间的事情，我怎么好说啊？哎，你真的进那个妖室了？嗯。你进妖室干嘛了？你不是有耳目吗？还是要问我？哎呀，我那个耳目不太灵，只说了个大概。什么是大概？他是柳娘子麾下的凌霄掌柜，他说你闯进了妖室，还说你狼心狗肺。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小竹雨，你不是之前进过一次妖室吗？你还能再进一次吗？嗯？为什么？你四哥我好生担心柳娘子。哎，小竹雨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同我进妖室啊？四哥不是人脉很广，怎么不找别人？比如凌霄、胡珠？你以为我没找过？但凡他们答应了，我还犯得上到这儿来？不过问了一圈，我也算是弄明白了，他们都不理解我。小竹雨，只有你与四哥我同病相怜。四哥，我真没法带你进妖室。无妨，你四哥我有耐心，咱们看谁耗得过谁。